《罚罪2》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刑警队长胡小月明明已经找到了黑恶势力金鼎集团的犯罪证据，可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要选择跳楼自杀，甚至都没有给赶来的师兄们留下一点线索？不过他的自杀却并不是向黑恶势力妥协，也不是对组织和自己失去了信心，更不是害怕和逃避，而是想利用自己的死来加速案件侦破的进程。大家好，我是米虫，今天为大家解析的是最新悬疑剧《罚罪2》里，一个刑警队长是如何巧妙化解黑恶势力的栽赃陷害，又是如何以身入局，让一个明明都快退休的厅级干部心甘情愿从省厅降级来到市局调查此案。而故事的开始便是胡小月在调查金马会所时，无意间发现自己的特勤被人抓了起来，为了在营救出这名特勤的同时不暴露他卧底的身份，于是胡小月便向派出所借调了民警，表面上说只是帮忙抓几个偷狗贼，可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他们却遭到了大量闲散人员的抵抗。而胡小月眼看特勤即将被转移，于是便不要命的直接扒在了车上，并找准时机开枪逼停了面包车。等秦风带人赶来的时候，胡小月也已经成功将司机给控制了起来。然而让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当他打开面包车后备箱的时候，却发现笼子里根本就没有特勤的人影。这一刻，胡小月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对方调虎离山之计，同时也意味着特勤的身份已经彻底暴露。你跟我说这是狗贩子啊？胡小月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敌人的陷阱，所以面对师兄秦风的质问，他也只好无奈地深吸了一口气，因为他深知即便自己跟秦风说出全部实情，最后的结果也依然不能有任何改变。可耐不住秦风又一张破嘴，不仅帮他拦住了上面的领导，而且还让同事拦住了过来找他的督察，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帮助他一起解决眼前的问题。这雷你扛得住吗你？我扛不了，你和老麦也扛不了，既然3个人都扛不了，我为什么拉着你们一起？你想干嘛呀？当孤胆英雄是吧？想知道原因我告诉你，这3年跟金鼎集团、马金萝卜这帮人有关的恶性案件28起，失踪5个，死了1个，多少人因为他们家破人亡。他们呢，暴力催债、非法拘禁、恶意伤人、聚众斗殴。我每次查到关键地方，就有一只手把线索给我掐了。我今天打的不是人，打的就是这只手。请大家细品这一句话，打的就是这一只手。那打的到底是哪一只手？很多人会以为他说的是只手遮天的金鼎集团，但其实说的是警察局里出现了内鬼，这不是秦风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能干预的。所以他不希望秦风知道真相后跟自己一起跳进来，因为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绝好的办法，那就是打算将这一情况告诉给在省厅的师傅。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还没等他有机会将消息传递出去，上级领导钟艳宁不仅没收了他的配枪，而且还宣布了局里让他立即停止检查的决定。胡小月本以为开枪的事情跟督察很快就能说清楚，却没想到下一秒督察竟告诉他已经收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举报。举报？那谁举报的我？你们怎么不去查？当然这些督察自然要查，但正所谓无风不起浪，所以按照正常程序，督察们还是要对胡小月进行问话。然而调查结束的胡小月刚回到家里，结果却发现一群以罗伯为首的混混居然在家里做饭。家门口干嘛呀？进来呀，这是你家。直到这一刻，胡小月依然没有任何的退缩，打算跟这群黑恶势力硬刚到底。可直到晚上，他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你的父母和家人都捏在我手里，你要为他们和你的大师兄、二师兄考虑，不死的就会是别人，你没得选。虽然对于一个刑警队长来说，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但经过再三的考量，最终他还是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找到了能更快推进案件侦破进程的办法。于是在师兄秦风跟麦洪超赶来之前，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从楼上跳下去。而结果也正如胡小月所料，虽然在马金超能力的操作下，警方很快就确定了胡小月是死于自杀，但他的师傅却已经嗅到了他传递出来的信号。我的徒弟我了解，他是不甘心被陷害，想用自己的死来加速案件的侦破进程。此刻师傅叶天佑读懂的不仅是徒弟对黑恶势力最后的冲锋，更是一个刑警宁为玉碎的信仰。这份信仰终将化作利刃，让正义绝不缺席。